小兄弟，你好香啊！你哪位？让姐姐咬一口，姐姐就告诉你。给我死！斩妖术，大力出奇迹。敢调戏小爷，小爷疯起来连二弟都打。你是？我叫沈回，对，我穿越了。3年前，我穿越到了这本兵灾四起、妖祸横流的小说里。没错，刚穿过来就差点冻死。按照剧情，这不就来了吗？眼前这俩看起来不是很正常的不正常人，马上就朝我走来了。于是我一咬牙，大哥们，你们想干嘛？我男的，别乱来啊！好几天没见荤腥了，给我咬一口，就一口。千钧一发之际，他睡着了。小兄弟，风雪同舟，应你我愿，可愿随老道上山？不求大富大贵，但管饱。若你愿意，老道亦可教你修行炼气，逐道长生。上山可以，但我能修行吗？我都22了，现在才开始，骨骼都定型了吧？会不会太迟了？你倒是个坦诚孩子，无妨。世人皆有道性，资质差些，无非是走得慢些。至于年岁，只要心向道，何时都不算晚。罢了，总比在这儿等死强。穿越过来整整3天，差点没饿死在这破庙里。要不是老子仗着现代人营养过剩，现在怕是连裤衩子都被人扒去煮汤了。好，师傅，您真打算带他回山啊？不然呢？任由他在这破庙里多可惜。明白了，那现在就……变态！蹲下！我勒个宇宙飞碟 SUV 啊！这他妈冲我来的！这是我们的4师姐，静慧。师傅回来啦！带山底下的烧鸡没有？这娘们态度转得这么快的吗？简直就是精神分裂啊！唉，而这一切得从一炷香前刚到这里开始说起。终于到了。这一路上2个人嘀嘀咕咕，也不知道在念叨什么。这老道总不至于缠我身子，利用我修炼什么邪法吧？带你沈师弟去认识一下静慧他们。好嘞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哼，我怎么感觉浑身不得劲呢？于是，就有了开头那一幕。这个是我们的大师兄清正。静慧又在偷吃。里面坐着的是2师姐静明。心浮气躁，成何体统？最后就是我们的3师兄清逸。看来以后观中要热闹了。对了，沈师弟，在来的路上，我跟师傅给你起了个道号。啥玩意儿？叫啥？清玄。明天起你就好好修炼。从此，我便开始踏上修炼的道路。直到我发现，斩妖比修炼修为提升的更快。哼，哟，你们该不会是觉得师尊想杀我，或者是我发现了道观的某些秘密，他们想灭口？搞笑！只要我还活着，今天你就带不走他。你再说一遍。有妖！大胆虎妖！你杀我父母，辱我姐姐，屠我满门！今日
我必将你斩于阶下。大哥，您哪位啊？你说的那些我都没做过啊。还有，我是猫，不是虎。是吗？其实小爷单纯觉得这段台词念出来有点帅，怎么样？是不是帅到起飞？这位爷，我看明白了，你单纯就是手痒想杀妖，人可忍，妖不能忍。来得好。大哥，不，爸爸，我没做过坏事啊，我只是来王寡妇家拿几条鱼。你要真的斩妖，隔壁村、隔壁李家庄最近出了很多人命。隔壁村人命是妖吗？小的也不太清楚，听说他们请了个清风的仙子除妖，好像叫静，不对，哦对，静明仙子。谁？师姐？仙子，是清风观的仙子，真是清风观的仙子。老汉前些年远愁见过您，道长可是来除那狼妖的。狼妖经常在哪儿出没？就在岭上那条道，谁走谁遭殃。道长啊，村里死了好几个人了，我那侄孙女婿的二大爷去打柴，只找回半拉身子。猫妖说的应该就是这里。白嫩嫩的，一定很好吃。在那儿。去死吧！我去，石头也能冒烟？黎明洞瘴，火斧神功，妄行绝念，猛鬼出笼。沈师弟只修炼了短短3年，他到底是何修为？师姐，好久不见啊！你的活法很厉害，与我相比，威力强上不少。你练的是阴火之法，鬼鬼有余，灵力不足。你连我出手都未见过，如何评断？好歹在道馆中也看了3年，师姐是不是吃醋了？没事儿，以后小爷保护你。那你觉得你三师兄如何？再说三师兄文武之火，文产武炼，至少在火刑这条道上，你二人皆不如我。这才是真正的你，平日那些温和谦逊都是装的。胡说，我才没装呢。走吧，我们回山。就在沈回以为事情结束时，殊不知真正的危险才即将到来。师傅不是说这里有妖物作祟，怎么这么安静？道友，此地凶险，快些回去。此人何时出现的？为何我没察觉？前辈，既然此处凶险，为何您在这儿？贫道玄阴散人，游方除妖，谁知妖物厉害，徒儿和脚夫全折在此人。那妖物如今何处？已收入降魔幡中，正在炼化。前辈，你这幡怎特么直冒黑气？无妨无妨，妖物凶悍挣扎所致。小友是哪座仙山高徒？妖物已收，晚辈便不打扰了。小友且慢，老夫元气大伤，可否替我护法片刻？前辈，非是晚辈推脱，只是天色已晚，晚辈若再不回去，师傅怕是要着急了。给脸不要，那只能让你下地狱了。还来！
噬魂！哟，牛皮坏了！今日你必死！北冥巨鲲，斩！不，你不能杀我！我是。二师姐，小师弟不是跟你一起回来的吗？人呢？他被师傅叫去后山了。怎么，你找他有事？哟，师姐，你跟小师弟该不会……我操！沈回你个兔崽子，不会把后山炸了吧？就是，上梁不正下梁歪，太过分了。你把刚刚的话再说一遍。而此刻，沈回因斩杀玄阴散人意外获得机缘，果然不是正经法门。筑基修士的尸身，我上哪儿去弄？还是明日去探探口风吧。一定是师傅担心我了，该回去了。不好了，二师姐，怎么了，青石？何事这么毛毛躁躁？听说小师弟在后山杀了。你说什么？师傅，弟子昨日后山遇着个邪修，操弄魂幡，杀人炼魂。什么样的幡？一杆白幡，幡面上有黑气缠绕，隐约能听到鬼哭之声。他还从葫芦中放出阴魂恶鬼，魂幡阴魂鬼怪，是阴魂宗百鬼门的路数。这一脉以魂幡为本命法器，百魂食肉，千魂耗鬼，万魂成玉，可困杀金丹真人。你把他杀了。是，他魂幡尚未炼成，弟子先下手为强。那人若是早有准备，魂幡祭炼圆满，以你那点道行，未必能活着回来。弟子知错，可弟子实在是被逼无奈。但从地上脚印和工具算，他最少谋害了10余人性命。弟子本想退走，可那老者不让弟子离开，说是要弟子替他护法。弟子没奈何，只好先下手为强。师傅，那人似乎还修了一门叫凝尸炼剑的法门，您可曾听过？没听过，法门多如牛毫，为师不是全知。你问这个做什么？没什么。你说什么？师傅要带着小师弟下山？应该是去处理什么事情。难道是师傅嫌我们没小师弟厉害？下官曲县一任陈寿，奉县尊之命，特来迎接道长。有劳，王县令可还安好？县尊安好，只是这半年县里积了不少事，县尊日夜忧心，头发都白了一半。说说吧，这半年都有哪些事？继陈道长，可算把您盼来了。诸位，这半年来县里积了不少事，本官无能，只能请诸位来帮忙。县尊不必客气，但说无妨。头一桩，城东刘家老宅空了7、8年，去年8月开始夜里常有哭声，隔壁吓走好几户，传言是老太太鬼魂或闹狐狸。第二桩，城南王寡妇的坟，下葬3天后，棺内传出抓挠声，开棺一看，尸身翻了面，指甲全磨断了，棺盖上有抓痕。仵作说诈尸，尸身又不像。第三桩，北边徐家村丢了3个孩子，都在夜里，有说见黑影，有说听孩哭，都没看清。第四桩，白水河渡口年前闹水鬼，船夫半夜见河津站着白衣女人，船夫次日疯了，现躺在家。第五桩，猫儿岭土匪年前劫博南道客商，杀3人，抢200两银。郡里说开春派人，再不动手怕出事。第六桩，城西一桩尸体被盗，挨着乱葬岗，停着无主和过路人尸首。第七桩，城外乱葬岗有东西刨尸，和一桩连着，
去年腊月23，樵夫看见新坟被刨，棺盖掀在一旁。刘家老宅的事，在下去看过，确实有些阴气，但宅子风水差，年久失修，有怪声是常理。阿弥陀佛，贫僧倒是想去看看那王寡妇的坟。尸身翻面，指甲磨断，此乃大凶之兆，若处理不当，怕真要诈尸。道长意下如何？一个一个来，先去刘家老宅看看。道长车马劳顿，不若先休息一晚，明日再去。就今晚吧。便是此处了。陈大人，道长有何吩咐？大人在外面等候便是。这怎么行？下官虽然不才，可好歹也是朝廷命官，岂能做出这临阵脱逃、畏缩不前的事？道长说的有理，陈大人不必勉强。那道长千万小心，在下便在此处候着，若有变故，喊一声便是。哎，道士，且慢，你我同去，同去。看出什么了？顶梁和猪头阴气最重，那里看起来像是有什么东西。便是此处。看出什么了？这下面埋着东西。阿弥陀佛，是个娃娃。唉，看这骨头，怕是还没满周岁呢。是刘家的人？恐怕不是。这习骨紧贴柱九，被压在大梁的正下方。若是自家夭折的孩子，又怎会埋在此处？徐班头是渠县本地人，小人祖祖辈辈都住在渠县，可知这刘家的宅子是什么时候建的？许是40年前。那时候刘家的家主叫刘德厚，做布匹生意发了财。他嫌老宅太小，往东边扩了一片，盖了现在的屋子。建房子的时候，可曾出过什么事？有。道长这么一说，小的想起来了。当时建到上梁的时候，摔死了一个木匠，后来打地基，又塌了土方，埋了个小工，挖出来时已经断了气。当时这事儿闹得挺大，刘家赔了不少钱。那便是了，此乃生庄。什么是生庄？起房造屋，若选址不及，或触了土煞，便有那等邪佞之徒，以活人填入地基，取其魂魄镇宅，谓之打生庄。这个，在下也曾听人说起过，只是一直以为是传闻，不成想，竟是真的。所以，作祟的是这个娃娃。
我去，别抢人头啊！小道长手速不错，必定天天起飞吧？怎么，你怀疑那秀才有古怪？昨晚咱们也曾同席吃饭，他言行举止虽有骄矜，却还算知礼。可他今日一早起来，却跟换了个人似的，处处拿腔作势，把那义称织得团团转。许是昨日折腾得累了，今日不想装了。不一样，他那傲气是骨子里带的，虽不讨喜，却也不招人厌。而今日，太像演的了。二位道长，那李秀才方才说，他忽感风寒，头疼得紧，怕是不能跟几位去张家村了。知道了，你且去备好车马，我与师父即刻动身。你既瞧出那秀才是托病推诿，存心避世，为何反倒遂了他的心意，放他走了？师父，他要演，我便陪他演。此乃将计就计，引蛇出洞。二位道长，小的张七，意图是我叔父，今日给二位赶车。客官您瞧，前面就是全城最好的胭脂铺，那酒香能飘出3条街。他既装病躲着，必是要做些隐秘之事。咱们此刻便折回驿馆，探探他的底细。且转道去西市文庙街，我与师傅要买些黄纸朱砂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好嘞！这秀才竟然不在，走了好啊，走了这引蛇出洞便成了一半。怎的不用朱砂？他应该刚走不远，气息尚热，这末即可，用不着朱砂。手折魂，再折宗，3折双翼忽成风，尾折定，心念通，纸鹤运灵人自逢。我先前是如何嘱咐你的？无事莫来寻我，如今贸然找来，就不怕引火烧身？我又何尝想来？可那2个道士着实厉害，刘家那阴煞鬼物眨眼便被其收拾得干干净净。今日我故意寻衅装病，才脱身至此。再不想办法，咱们的事早晚要败露。那刘家老宅的东西本该再养些时日，你心急火燎弄出动静，岂不是坏我大事？我且问你，张家村那寡妇身上的阴煞可供养妥当了？切莫像刘家那废物一般。妥当了，我按您吩咐布下聚阴法阵，只待时机一到，便能将其收服。哼，你务必安分几日，待我将张家村的阴煞收齐，便离开此地。你可曾留下什么把柄？师父，这2人祸乱乡里，可否由提子出手？徒儿此番下山为历练，能为百姓除此祸害，也不虚此行。修复总成。什么人？说吧，可还有同党？同党？便是我死了，教中也自有高手替我报仇，你又杀得了几个？岐山道，我能杀一个，便是一个。
听说昨夜二位不过片刻便将那刘家老宅恶鬼除了，道爷果然道法精深，名不虚传。贫道不过在一旁瞧着罢了。哎呀呀，果然是名师出高徒，小道长年纪轻轻，真乃少年英杰。下官敬您。县令过奖，雕虫小技。早问过差役了，装的还挺像。刚刚路过李秀才的房门前，发现他的屋子内被打理干干净净，可为何无人提起李秀才的去向？姑娘此来，所为何事？奴婢得了县令大人吩咐，给道长送被褥衣物，夜里凉，怕倒爷冻着，食盒里是点心。不必了，我这里没什么要忙的，你且回去歇着吧。道长可还有什么吩咐？奴家今夜就在外间伺候着，若需端茶倒水、驱赶蚊虫，只管唤奴家便是。你刚才都说夜里凉了，还有个鸡毛的蚊虫。道长一路辛苦，奴家给道长打盆热水泡泡脚可好？不必，请回吧，我要修行了。这天都黑了，还修什么行呀？道长还是早些休息，养足精神才是正经。修行之人不分昼夜。那可否需要奴婢来助道长修行？我去，要不要看看你在说些什么？不行不行，要稳住道心。我修行时需静心凝神，外人在侧多有不便，请回吧。道长可真是铁石心肠。那奴家这便去了，道爷若改了主意，唤一声便是。去。哼，真是不解风情。何事？小的奉大人之命前来服侍道长。我尼玛！县令这他娘的是什么意思？以为老子四川的吗？这他妈不是占我便宜吗？长得还没我帅，不知道的还以为老子是兔儿爷呢。回去告诉你家大人，贫道修行之人，不近俗物，更不需人伺候。若再遣人来扰我清修，哼，便莫怪贫道不客气了。这一天，叫我张天快乐姐！翻墙进来的，一分银子不花，倒把我姑娘房里的点心吃了2个，当我是个聋子？还是学着老娘开的是善堂？姐姐轻些，轻些则个，下回不敢了，再不敢了。滚！再叫老娘瞧见你来，仔细叫人打断了你的腿！哟，柳妈妈好大的威风呀！一个送信的后寿持2块点心，也值得大呼小叫，弄得满大街听见，还以为是哪个衙门里的女捕快呢。我当是谁？原来是白大家。怎的？昨儿个又没恩客临门，现在正精神呢。多操心自家那几盏灯吧，莫要夜里点不起亮，叫客人瞧不清你望月楼的门匾，走错地方。妈妈放心，我望月楼的门匾隔3条街也有人认得。倒是妈妈这流云馆招牌太小，难怪客人要翻墙才找着门呢。
看来白大家真闲得发慌，大白天趴窗户瞧热闹。也是，你那地界没客人，可不就剩瞧热闹了？客人总有的，倒是妈妈大早把人往外赶，传出去还当流云馆的姑娘留不住人呢。哎呦喂，白大家脸上那窟窿眼儿怎么放屁了？我流云馆姑娘水灵，用不着像有些人大白天趴窗户招揽生意。柳妈妈好威风，小女子受教了。您方才一通骂，嗓子都该哑了吧？不如上来喝杯茶润润喉。我们楼里的茶可比你们那边讲究些。老娘用不着你的茶，你若真闲得慌，就下来当面跟老娘掰扯。多谢好意，不过奴家不喜那无忧草的烟味儿，您留着别人捉吧。柳妈妈，别停啊，骂回去！就是，您方才那股威风劲儿呢。白莲花，你个不知廉耻的贱人，你给老娘等着！老娘今晚就叫人砸了你的望月楼！柳妈妈好大的口气，砸我的楼，先把你门口那几块歪了的砖头扶正了再说吧。道长，你也来逛啊？到底是娱乐活动匮乏了。哎，那个穿红衣服的。哟，这位道爷，要不要进来耍耍？贫道没钱。这位公子若只是想寻些乐子耍耍，不妨上楼来坐坐。奴家这儿有好茶，几支新曲，保管公子听了舒心。公子莫多心，若不嫌弃，上楼喝茶听曲，便是不花银子，奴家也乐意招待。公子若是觉得这儿耍得舒分了，小住几日也是无妨。待要走的时候，奴家这儿还有些盘缠，一并奉上。世风日下，世风日下呀！贱骨头就是不一样，见着好看的就走不动道，上赶着送钱送人。道长，请留步。你是在叫我？敢问道长，可是清风观来的？找清风观所为何事？道长救命！我家少爷中邪了，逢人就咬。府上请了好几个郎中，都瞧不出症结，求道长发慈悲，随小的去府上看看吧。你家少爷？哪一家的少爷？城东徐家的。咱家老爷做茶叶生意，在衢县也算有些名头。道长若不信，随便找人打听便知。前头带路。在动手之前，还是须得先问上一问。两个问题：你们是谁？又为什么要盯上我？你倒的确有几分小聪明。既然贫道都是个要死的人了，怎么着也不能让我做个糊涂鬼吧？我也想让你做个明白鬼啊，可惜为确保万无一失，还是等你死了以后，我再告诉你吧。既如此，那你们且记好了，贫道沈回，乃是七鹿山清风观继承真人座下弟子，道号清玄。这些我们知道，放心吧，烧纸的时候不会叫错名字的。我说这些，只是想让你们知道，自己要死在谁的手里，以免做了那糊涂鬼。你掐诀太慢了。一身本是稀松平常，也敢来找我的麻烦。你还会土法？
牵你来的人难道没告诉你，不要靠我太近？将近800点修为，两人皆是炼气中期，路数阴正诡异。若是岐山道，他们掌门见了老道跟老鼠见猫似的，不敢来找麻烦。若是阴魂宗，他们向来用魂幡，且远在海外36岛，对不上号，究竟是谁派来的？师傅，何事？徒儿方才被一小厮引至死巷，欲一男一女前后夹击，以尽数料理。白骨骷髅，不是岐山道的人，那是炼师宗白骨堂。白骨堂，我这一辈师兄弟共有4人，大师兄资质最好，师父常说他能继承一魔；二师兄心气最高，性子偏狭；小师妹天资平平，但心肠最好。后来大师兄行走江湖，在震泽郡回龙渡遇上一只千年大妖，尸骨无存。你师祖为此大动，不出3年便羽化归春了。那其余2人呢？大师兄死后，师父曾将二师兄当衣钵坠人培养，可惜心性不正，终究走上歧路。小师妹便是死在他手上的。师父临终前将剑匣传给了我，二师兄心有不忿，觉得老夫不配，当着师父灵位与我大吵一场，当晚下山，先自立白骨关，后又拜入炼师宗，成了那白骨堂的堂主。今日来找你麻烦的，便是你那师伯派来的。该来的总会来，他忍了这么多年，如今终究忍不住了，说明他已时日不多。带上他，若是遇到解决不了的麻烦，便打开剑匣。徒儿带走了，若是有歹人寻来，师父您拿什么斗法？老夫剑术虽强，可一手5行术法也是不弱。金丹不出，谁又能奈我何？便是当真打不过，逃跑也还是没有问题的。但是我知你遇事果决，但要记住，该低头便要低头。真遇到了要命的场面，逃跑不丢人。我观你那火法虽然凌厉，可似乎对你的性情有些影响。时间一长，是否会乱你心智？不会，只是竭力催动过后，会有2、3日的功夫，性子变得有些冷淡。那也要好好控制，否则平日里性情起伏太大，旁人瞧着还以为你是个喜怒无常的。师父放心，徒儿晓得。今日可是2月初4了？是2月初4，怎么了？你且收拾东西，往张家村去吧。黄金环，灰蒙蒙的，不见半分灵气，血也是寻常的血。看来这防虫除害的功效，大半都在人心。贫道清风观清玄，那王寡妇的坟便在张家村地界，贫道是来查探此事的。道长来的不巧，今日是社稷，村中规矩不谈外事。道长若不急，便在村中住上一晚，明日一早，小的亲自带您去。小葵，可可这可来了！道长，你也来看这个？这是在做什么？这是姑娘们在挑男人呢，女子心仪谁，便送锦缎或发带。纯粹而又美好。
别人送的，还是你抢来的？当然是送的。我张七心里只有流云馆的小翠一人，旁人那是瞧也不会瞧上一眼。哼。道长可有中意的？前些年也曾有一位道长与村中女子结缘，虽未诞下子嗣，却也算成就了一段佳话。贫道是出家人，不近女色。修行啊，修行。那王寡妇是逃荒被卖给村里病秧子彝人狼河的，狼河早死，留下个儿子，他拼了命拉扯，结果那娃子7岁至下河淹死了。自那以后，他公婆指着他骂丧门星，动辄打骂。棺材不错，哪儿来的？问你话呢，棺材哪儿来的？你要干什么？这是县尊请来的道长，给你家消灾的，反了你了！把他输开！问他，棺材哪儿来的？李正，我跟你拦到什么？他说是他们自己买的，糊弄谁呢？你家连正经门板都没有，买得起这么好的棺材？买得起舍得给他用？他说是个汉人送的，是不是个书生？那锅里藏头还有我操你！我记起来了，去年9、10月间，有个30来岁姓李的书生在村里转了2天，说是收皮子和部落的。你们就没试着处理过这东西？唉，请过鬼主和端公，都说要烧了才干净，可火怎么也点不着，好容易点着，刚碰棺材就熄。道长，您这难道也没有办法？我一边去！王寡妇，她死的时候肚子就有这么大？不知道，他死的时候我们都没见着。等知道信儿的时候，人已经被装进棺材了。没这么大，我亲眼见的。他公婆不让他进屋，把他关在猪圈里，拿绳子拴着脖子跟猪一块儿住。那时候肚子还没这么大，就是鼓起来一点，顶多像是怀了5、6个月的光景。取黄纸和朱砂来。贫道固然可以一把火将其烧个干净，不费什么力气，可办事须得有始有终。所以贫道画了一道连心符，准备看看这孩子的双亲到底是谁。去。内乱乃10恶之一，依大硕律，犯者当流2000里，强者绞。不木也是10恶之一。儿媳无应杀之罪而擅杀之者，绞。你个老畜生，丢尽了咱们村的脸！还有脸哭？好好一个人被你们逼死了，叫道士来揭你们的皮！李正最好看住这2人，拿绳子绑了，直接送官，莫让县尊面上不好看。生前已受尽苦楚，死后便不该再遭磨难了。大
大师，原来你也来了！阿弥陀佛，道长道法精深，贫僧佩服。大师谬赞，贫道有一事相求。接下来还有李家村丢孩子、白水后水鬼义庄丢尸、乱葬岗刨坟等事，贫道想请大师同行，彼此也好有个照应。道长修为精深，贫僧这点微末本事怕是帮不上什么。两人一起，总比单打独斗强。况且有大师在后压阵，兵道动起手来也放心些。那位李秀才，道长可知他下落？那人是岐山道的妖人，刘家老宅和今日这王寡妇的事都是他在作梗，贫道已经为民除害了。原来如此，贫僧明白了。道长盛情不敢辞，只是道长为何要邀贫僧同行？以道长本事，一人应当也应付得来。贫道虽略通术法，却不解经义。譬如这念经超度的活计，便是贫道做不来的。贫道起初也曾怀疑大师是否为妖人，可大师一手佛法平和中正，绝非邪道所能装出，是贫道多虑了。既如此，贫僧便恭敬不如从命。放在眼皮子底下，既能防你抢怪，又多了个念经的免费苦力，一石二鸟，甚好。道长，那是个什么东西？这是地狼，光吃腐肉可不会有血丝，他吃过活人。哼，道友，你又意欲何为？此乃地狼，不仅刨尸，还会害人性命。咱们今日又得为民除害了，在下怕他打洞跑了，还需大师助我一臂之力。为民除害自无不可，怎么帮？当一回尸体。地狼昼伏夜出，大白天还在刨食，想必是饿极了。若你我直接靠近，他必定打洞逃走。贫道在大师身上画道符，演了生人气，扔在他附近，那畜生见了必定舍不得跑。道友，贫僧是个出家人。大师，嘴不要动，哪有死人还在念经的？大师佛法高深，福泽深厚，必定能撑到贫道出手。道友，你方才可不是这么说的。大师，箭在弦上了。竟不畏火，将手上佛血。我勒个擦！至少300年道行！这东西绝不是寻常坟地能生出来的，普通尸气可养不出这般厉害的妖物。大师，接下来便交于贫道了。别过来！和尚，是我。
幻术吗？还真甚是美不胜收。可惜心灯一转，我见万般皮囊皆白骨，色欲与我如浮云。如今看来，却是留你不得了。等等，背后怎么凉凉的？还挺强。不过说实在的，我方才确实有那么一瞬想让你加入我门下。看你这么美，倒是真心想入，入哪儿我可就不知道。你这后生倒是有趣，油嘴滑舌骗过不少女孩子吧？只可惜你遇到的是我。哦，你很厉害。白骨堂原本叫炼骨堂，只因为有我才改名叫做白骨堂。听上去的确厉害，可究竟是你这道法厉害，还是你厉害？自然是我厉害。被我剥皮拆骨的筑基修士可不在少数。3500多点，圣境界也打不过筑基。无形法小成没用，大成点数不够。等等，师姐轮盘。你先前说你见万般皮囊皆白骨，色欲与你如浮云。恰好我所修术法之中有一招是见色起欲。那便再来试试见骨生惧。你在怕什么？倒是个硬骨头，那便再来试试我这化骨印吧。待我将你这身皮囊剥下来，定会妥善保管。为什么不能跳过动画？快点儿啊！白堂主且慢，我想明白了，方才是我鬼迷心窍，可否再给一次机会？我天资出众，可以当您最忠心的走狗，为您办事。哦，又想玩什么把戏？您方才说我杀您徒儿折了您的面子，可若是连继承老道最得意的关门弟子都转投您门下，岂不比10个徒弟更能证明您的本事？你说的还真有几分道理。不过你便是说的再好听，今日也是难逃一死。你在笑什么？白堂主，我还有最后一样投名状，想请您过目。什么东西？冰火神雷。我就不信你真有起死回生的本事。好险！若是轮盘慢停半息，死的就是我了。不过，这凝视炼剑之法，五雷正法为至德之士可御使。我既然能召请神雷，既然我是至德之士，那我用的怎么可能是邪法？说明凝尸炼剑根本不是邪法，合理。开练！倒是合手，只是看着不大精阔，而且没有剑鞘，只能先收进葫芦里。
向来都是你将别人扒皮拆骨，今日却不想也轮到自己了。太通人性了，一个眼色便知进退，这配合简直像一老一少在说相声。里头还有更攒劲儿的节目嘞！想瞧稀奇的，往里边请，只要50文一位，保准门都是你没见过的。财生折歌。老赵，有花生吗？道长，咱这儿没花生，得去隔壁卖酒的那儿买。您稍坐，我替您跑一趟。找您的钱，您点点，一共92文。哎呦，多谢道长，道长慈悲。这些人在街面上弄这个，朝廷的人也不管管。采生折歌，不是犯王法的吗？道长，您外乡来的吧？人家都是给官府交了钱的，每年社稷前后都来，5、6年了。听说那班子背后的东家跟衙门里的大人是连警，寻常人惹不起。您出家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上面不管，旁人便也不管。啊！前2年有个游侠，年轻气盛，半夜摸进帐篷。您猜怎么着？说说看。现在还搁里头当不倒翁呢，手脚舌头全没了。还有个外地苦主来寻孩子，隔了2天人就不见了，帐篷里倒多了一张新面孔。打那以后再没人敢管了。道长，您别放心里，这些人赚丧天良的钱，早晚遭报应的。报应这东西从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。我出去一趟，这花生米和茶水先别收。50文。道士也来看热闹，出家人来咱们这儿的可不多见，新鲜的很呐。灭！你这出去一趟，是去攻城略地了不成？师父，说吧。徒儿在乱葬岗遭遇白骨堂白玉莲，仗着师父赐的剑匣，侥幸将其熬熟，后在城中难事，遇采生折切恶徒，忍无可忍，便动了手。徒儿自知鲁莽，造下杀孽，请师父责罚。你犯了哪条门规？恃强凌弱，滥杀无辜，可有是非不分？又贪没了多少钱财？妄造杀戒，滥杀无辜。既然不是无辜，那便不叫滥杀。只要心怀慈悲，当杀便杀。师父，弟子心有不解，弟子杀人时心中翻涌的，究竟是慈悲还是嗔怒？弟子分不清。
这世间修行人以诸恶为名，频分开杀剑，心瞧瞧装着的并非慈悲，而是憎恨，是狂妄。弟子心有不解，究竟是此主子翻涌的，弟子分不清。这世间修行人尽修杀之，你若抛开他们心瞧瞧，终得以我持世罪过。他们镜子不在天上，而在人心。修行之人有护持公道的本分，可杀朝廷的人，不会沾染万民因果吗？你大师别生前杀过不止一个狗怪。你大师伯当时只撂下一句话：实名高者，天夺其禄。今日贫道替他解了这身罪骨，愿他来世莫再披人皮。这就是你说的那个小鹿妖？是。好，小娃娃，你叫什么名字？那是从哪儿来的？山里。山里什么地方？有很多树、很多草的地方。那你爹娘呢？小娃娃，你可愿拜贫道为师，奉道修行？师傅，我不是您的关门弟子，哪有只关不开的门？门关了就是为了开的，关了又开，那才叫门；一关就不开，那叫堵墙。小娃娃，你可愿意？你莫看他，看我。小娃娃，拜我为师，修道长生，比山里吃草强上1000倍万倍。师傅，他才多大，连馄饨都是头一回吃，哪里懂什么长生？等他将来长大，自己想做足您这徒弟，再拜也不迟。说是也不是。无论道统多好，若非真心求知，亦是枷锁。让他先当几年山间的小路，把被人夺走的自在日子补回来。也罢，不过既要在西麓山住下，总不能没个名字。你捡回来的，你起。师傅起吧，我取名不行。就叫静欢吧。既已脱离那苦海，往后便要欢欢喜喜的。记好了，俗家姓陆，陆欢。别急，手往前面握一些。哎呀，沈道长，您起来了，快请坐。备了些粗茶淡饭，不成敬意。道长，昨夜连夜提审了方彦，内苏招了，典史赵良才、教义刘安皆查实勾连，收银遮掩，人已拿下，关入大牢。道长放心，本官亲自盯着，绝不姑息。这主簿另有人去查，最迟3、2日便有结果。这可是给县尊。驿馆有吃有喝，跟着我做什么？我没有跟着你，我只是看好也要来这里。来干什么？来看看你要干什么。剥落术。化骨印。果然，剥离血肉的手法与凝尸炼剑之法有呼应。可惜这2门只是末流小术，白玉莲不死神通的奥秘远不止于此。答应我，看到的回去不许说。道长眼光真好，这观音豆穿在小姑娘身上，像量身定做的一般。53克，宗室行刑，凌迟恶徒，父老乡亲速来观刑。
别找了，你的靠山不敢来。别怕，我刀快。和火鬼的焚烧相比，凌迟的刀锋反倒像隔靴擦痒。好，刮得好！罪有应得，罪有应得！昨日花钱看残废，今日喝彩寡恶徒。台上贪官倒戈，台下看客嗜血。我到底在跟谁较劲？好，刮得好！你这自以为是的道人，你以为做了好事，等你一走，这里照样污糟糟，甚至更糟。道长慈悲，解救苦命孩子是天大功德，万不动摇。都是狗屁！杀人便是杀人，今日他杀恶人是替天行道，明日看谁不顺眼也说是替天行道，你待如何？道长杀一儆百，这是在救人。道长，听到了吗？他们跟我又有什么分别？他们告诉我你是个好人。不评判水性，只去捏那只瓢。又是你干的？他们是好人吗？不是。那他们是坏人吗？大嫂，你看我像人吗？找到你了。你是自己上来，还是我请你上来？哟，来了个有修为在身的小道士。你这模样倒是生得俊俏。还以为是化形大妖，原来只是个钻进死人壳子里的精妓。你什么意思？看不起我？你说呢？修行不易，既有道行，为何不去深山大泽？偏要到渡口作乱？作乱？我不过觉得好玩，天天待在水底闷死了，找人逗个乐子，又没弄出人命。好玩便能这么兴风作浪？你可只有2人被你吓得下不了床。这渡口废了半年，两岸百姓过河需绕行30里山路。你说没出人命，
他们的生计便不重要了。你们这些人胆子小如老鼠，反怪做鬼的，是他们自己吓自己。你不是鬼，你是妖，钻进死尸炼化横骨，兴风作浪，没出人命是你还没来得及，若真出人命，贫道便不与你废话了。便是死了又如何？你们人能天天打鱼吃肉，凭什么我就不能吃人？寻常河鱼未皆灵智，你若以人吃鱼为由吃人，人便可用妖吃人为由杀妖。到那时，你的下场连一条鱼都不如。你究竟是什么东西？你能风进水脉？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？我本是河中一围百里，130年前春汛，我将一个落水书生拖上岸，他中举后，在渡口石阶旁立碑，书义理2字，受人供奉香火，我生出神意。天下大乱，乱兵砸碎了碑，碑一碎，我与河水的牵连断了一根，可我被拴住了，碑没了，我也走不了，哪儿也去不成。混杂香火神道，受香火成神，碑碎则化作地缚灵。你现在有3条路：第一，想办法离开这里。这几年来，我夜夜在水底往前游，天亮总会回到原地，走不了。第二，乖乖留在这里。留这儿干嘛？天天闷在水底吓人解闷儿。第三，被我打死。贫道不愿费这个力气，但你若不肯走，不肯留，又不肯改，那便只剩这个法子了。我不想离开这儿，可也不想永远待在这儿。我在这儿活了130年，这里的石头、芦苇我都认得，我只是不想再被拴着了。既如此，你便暂时留下，从今往后不许作乱，还要搭救落水之人，护佑过往船只。将来若有机缘，我替你往别处迁移，重新立碑。